谁说大明只会内斗？我林晨历史和机械系双硕士，我要让这龙旗插遍地球每一个角落，驱逐达怒，平定内乱，横扫倭寇，甚至那些前世的日不落帝国，都得在我大明铁蹄下颤抖。这一世，不再有什么屈辱历史，我要重铸大明，助崇祯称霸全球，杀尽鞑子，收复辽东。他们说这是奇迹，我只说这是基本操作。从天公开物理的土法炼钢到流水线兵工厂，我问够了，出铁。这个月生铁产量又涨30%，足够再装配3个火枪营。从流民百万，义军四起。开城门，迎闯王，考王来时，福大量。到货通九州，万邦来朝。甚至帮助邻国共荣也不在话下。这简直是神明的力量！东营全域，今日尽归大明版图。他们说我是神，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有点超前知识的理工男而已。此战过后，八旗再无南下之力。二营长，把你的炮给老子拉出来！这一切波澜壮阔的史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仅仅是因为我连熬了3个大夜。就为了干完那篇该死的明末军制论文，就穿越到了明朝。我没有系统，没有超能力，有的只有这颗带着现代知识的脑袋。这破论文写完，我要睡3天3夜。撑不住了。我靠，什么情况？该死，这是哪儿？这不是我的手啊！原主的记忆潮水般涌来。他本是读书人，家中遭遇变故后，只身来到京城求学，却没找到出路，流落街头。现在是崇祯初年，时局动荡，到处都不太平。我这处境也太艰难了。魏忠贤刚倒台，东林党和阉党互撕，皇太极关外磨刀，陕北流民刚开始暴动。操，是真的！这他妈不是地狱开局，这是18层地狱直达电梯。不行，得先找口吃的，不然还没搞事业就饿死了。滚滚滚！一碗粥20文，拿不出钱就给老子滚远点儿！掌柜的，昨儿还10文一碗呢。昨儿是昨儿，城外又来了3000流民，粮食金贵着呢，爱买不买？3文钱，连碗粥都买不起。既然老天让我来这个时代，那就别怪我不讲规矩了。看我怎么用信息差赚钱！我有3言，可定大明江山。谁想听？只要10两银子。哪来的疯乞丐？滚出去！狂妄！你说哪3言？3饷必废，流民必腐，后金必防。怎么说？辽饷、剿饷、练饷，朝廷收得越狠，百姓越活不下去，流民越多。流民一多，李自成、张献忠就能揭竿而起。你们以为流民是贼？错了，他们是被逼成贼的。至于后金，皇太极比他爹努尔哈赤聪明10倍，他不会硬攻，会耗着大明一点点抽干力气，等到中原乱起来，他再入关摘桃子。你叫什么名字？林晨，字继之。你可知妄议朝政是要杀头的？那就杀吧，反正我也快饿死了，早死晚死都一样。有胆识。谢了，谢了。此人字字都戳中了朕的痛处，去查他是谁。是。来3碗粥，10个馒头。哟，发财了！崇祯，如果真是他，那我赌对了。但光靠嘴皮子没用，得让他看到真东西。下一步得搞到铁和火药。那是我家的！哎，刚买的午饭还没吃，就碰上个热闹。捉住他，小偷！打他！手脚不干净的东西，活该！这小子身子比城墙还硬。俺没偷，俺娘说拿别人东西要天打雷劈。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他的手比你脸都大，怎么伸进去偷你这指甲盖大的钱袋？你管什么闲事儿？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这钱袋我买了，现在它是我的，被这位壮士捡到，有问题吗？算你狠！恩公，俺叫赵毅，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走，先找个地方落脚，够偏够破，没人会来查，正好落脚。滚出去！怎么跟先生说话呢？赵毅，退下。这九宫八卦阵画比兵部的堪舆图还精准，兄台是兵家出身。你是什么人？我叫林晨，现在缺个能出主意的人。苏家的子弟，废了腿就是连狗都不如的东西，被赶出来的废人罢了。他们错了，他们只看到你不能走，没看到你手里的笔能让千军万马灰飞烟灭。我需要一个军师，跟我走，我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跪在你轮椅面前。你要这天下？不，我要让你亲手搅动这天下风云。好一个搅动天下风云，一个洞悉未来的穿越者，一个忠心耿耿的傻大个，一个身残志坚的瘸腿毒士。班子搭起来了。什么人？先生，有动静！林先生，我们奉宫中旨意而来，我家主人有请。前面带路。找我的人终于来了，请。林晨，朕听闻你有些经世济民的才学，更有不惧权贵的胆识。草民不敢当，只是读过几本杂书，略懂些世事人情罢了。杂书，好一个杂书！朕如今有件棘手之事，唯有你能办。顺天府尹李松贪没通州赈灾粮，中饱私囊。此人是魏忠贤的余孽，盘根错节，朝中无人敢动。这皇帝是要把我当刀使？朕要你把他给朕办了，人赃并获，让他死得无话可说。草民无官无职，如何办一位朝廷二品大员？这是你的事，事成之后，朕许你一个官身，让你有施展抱负之地。若是不成，草民领旨。事情就是这样，皇帝让我去办李松。先生，这皇帝老儿是让你去送死，那顺天府尹的府邸比皇宫都难进，俺这就进宫，把他脑袋拧下来。愚蠢！主公，这是阳谋，办成了您入局为棋，办不成您就是弃子。皇帝不脏自己的手，好算计。恰好我也想借这把刀，清一清这大明的蛀虫，所以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李松贪的粮食绝不敢放在府里，目标太大，他一定藏在城外某个隐秘的粮仓。京郊粮仓数十个，如何找？赈灾粮有特殊的官印标记，他想出手，必须换掉麻袋，或者直接卖给黑市。无论哪种，都需要大量人手和运输。赵毅，这事交给你。先生放心，俺去把京城所有车马行的杂役都问一遍。不用，去最大的几家漕运码头找那些做苦力的，他们消息最灵通。清河，拿到证据后，我们不能自己递上去。我们是无名小卒，人微言轻，递上去只会被李胜反咬一口，说我们诬告。东林党那群伪君子最喜欢拿阉党余孽说事，借刀杀人，他们是最好的刀。没错，我们把证据匿名送给东林党的御史，让他们去当这个出头鸟，在朝堂上弹劾李松。不够，一纸弹劾，李松有的是办法脱罪，必须让皇帝亲眼看见。惊动了蛇，就要让他出动。一旦朝堂上有人弹劾，李松必然会做贼心虚，急于转移赃物。到那时，我们再送一份大礼给皇帝。果官，这都是灾民的救命粮。
大人，门口发现一个包裹，指明要给大人亲戚。庶子、国贼，欺君罔上，残害灾民，我钱秉义今日定要让你伏法！冤枉啊，陛下！臣对大明忠心耿耿，日月可见，这一定是东林党人对臣的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口说无凭，此事着刑部与大理寺会诊。李松这条蛇要出洞了。陛下，宫门口一个乞丐拼死送来的纸条。拜驾通州码头。快点儿！天黑之前必须全部装船。李大人，这么急，是要把这些粮食运到哪里去啊？陛下，好一个忠心耿耿的李大人！来人，给朕拿下，就地斩首，以儆效尤。主公，这盘棋我们活了。先生，俺还是觉得直接拧断他脖子更省事儿。我们是斯文人，要讲章法。京城的风云才刚刚开始。李松的人头，朕很满意。你借东林党这把刀，用得不错。皆是陛下天威，臣不敢居功。朕封你为九品翰林院编修，掌文书咨议。翰林院里都是大明最斯文的人。去吧，让朕看看，你这个寒门小子能不能在那里站住脚。臣领旨。哎呀，对不住，这画的什么？农机？哼，翰林院可不是让泥腿子摆弄铁疙瘩的地方。一群蛀虫，还不配浪费我的时间。你知道这小子是怎么进翰林院的吗？哪里来的野路子？陛下微服私访，被他拍了马屁，当场看上了。就凭一张嘴，把顺天府尹李松的人头送上去，换了这顶乌纱帽。李松是谁的人，你我心里清楚。这个寒门小子坏了不少大人物的好事。吏部王侍郎上次还问过我，翰林院里有没有什么不安分的人。哼，陛下微服被一个陕北来的臭秀才唬住了。李松跟了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死了？一个靠嘴皮子上位的泥腿子，就敢在京城露脸，就敢动我们的人。明日让人送一张帖子，就说曲江文会请林编修赏光。侍郎大人是要当众羞辱他，让他身败名裂，让满京城的人都知道皇帝的那条狗不过是个草包。也叫那位陛下瞧瞧，我阉党的人还没死绝。吏部侍郎王询的曲江文会，指名道姓请你，阴魂不散的东西，倒是会找事儿。翰林院里有人给他递了话，说主公是皇帝微服时亲眼相中的，还说是主公借刀杀了李松，李松是他的人，所以他要借文会羞辱我，杀鸡儆猴，顺便给崇祯看看他阉党余孽还没倒干净。他要的不是一场文斗，是一个让主公身败名裂的由头。好，那我就去，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才学。先生，文斗不比打架，咱们去了能赢吗？赵烨，你见过有人带着多400年的积累，去跟一群古人比诗词吗？虽然听不懂先生说啥，但先生说稳，那就肯定稳。今日文会，倒要看看有没有真才实学之人。哟，林边生来了。一个陕北来的寒门小子，竟也入了翰林院，本官倒要见识见识，今日这文会，你能对出几句？王侍郎，请出题。寒门难出贵子身，泥腿焉能登庙堂？清朝龚自珍的护树杂诗，这2句你们要再等200年才能听到。我劝天公重斗叟，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好句。这是哪位大家的作品？
我翻遍全唐诗、全宋词，从未见过这样的句子。空谈误国终成梦，纸上谈兵岂能胜？清朝赵翼的论诗，七言对七言，格式工整，气势碾压，正好奉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两句我竟从未听过，却觉得已然是千古之句。他说的不是诗，是志向。浮生一梦终成空，偶遇贵人算何功？清朝纳兰性成的《木兰花令》，纳兰容蛇，你们连名字都没听过吧？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词就像是为我心中所想而做的，可我从未听过，它究竟是……林公子那几句诗词我从未听过，是你自己所作？偶有所感，随口说说。王寻之流，你今晚得罪狠了，他背后的人不会善罢甘休。周小姐提醒的是，但我缺的不是提醒，是往前走的本钱。家父在内阁多年，向来是爱惜真才的。林公子不妨记着这句话。周颜如的女儿，倒是个聪明人。周小姐这是在买一把剑？不，她买的是一座兵工厂。天启朝以来的党争从来都没停过，今天看来又要掀起新的风浪了。主公，温体仁动手了，他联合了前朝阉党旧部，在朝堂上参了东林党首钱谦益一本。钱谦益被弹劾了，他给钱谦益扣的是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帽子，现在朝里已经吵成一团了。周首辅作为东林魁首也被抓了把柄，现在朝中举步维艰。我们之前借着东林党铺的路，眼看就要被温体真给断了。陛下最恨党争，本来想各打50大战，但温体仁抓着东林空谈误国的痛脚，巧言令色，陛下已经开始偏向他了。哼，就像个屠夫嫌两头猪太吵，想先宰了叫得最响的那头，却没想过剩下那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正是此理，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保住东林党这把刀，先借着他们的手清理掉阉党余孽。保？我为什么要保？我的想法是，让他们两边都死。主公的意思是，属下没听懂。党争的根源从来不是谁是东林，谁是阉党，是评判官员的标准只看道德站队，不看实际功绩。破局的方法很简单，2个字：考核。考核？怎么个考核法？吏部官员看治下钱粮是否充盈，户籍是否增长；兵部官员看辖区军备是否完善，兵员逃率高低；工部官员看修的河堤、造的船能不能经得住灾害考验。第一步，借东林党擅长占据道德高点的优势，先把阉党余孽连根拔起。第二步，推行政绩考核法，用冰冷的数字和实际结果去衡量所有官员的能力。东林党人最擅长清谈，却疏于实务。一旦按政绩论酒，他们这把最锋利的刀立刻就会变钝。到时候陛下手里握着考核大权，所有官员的生死荣辱都在他一念之间，谁还敢结党营私？到那个时候，朝堂之上只有能臣与庸臣，再无东林与阉党的分别。一群废物，国难当头不想着御敌扬民，就知道互相宫中搞党争。陛下息怒，翰林院编修林晨在殿外求见。宣他进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不是也来替东林党说话的。臣翰林院编修林晨参见陛下。你不在翰林院修史，跑到文华殿来做什么？也是来替人当说客的？臣不敢，臣今日前来是为陛下献上平息党争的长久之策。哦，你且说来听听。党争如水火，赌不如输。阉党余孽是国之蛀虫，必须彻底清除。而东林党是陛下手中的利刃，可以借他们的手清理蛀虫。哼，借东林之手杀阉党，等阉党没了，东林一家独大，岂不是又出第2个魏忠贤？所以臣有第2策，名为政绩考核，废空谈，重实效，以州府钱粮、兵备、刑案、民生为准，设优劣4等，
1年1小考，3年1大考，优者升，劣者汰。如此一来，官员们日夜操劳于政务实效，哪里还有精力结党营私？好一个政绩考核！林晨，你不仅是朕的利剑，更像是朕的头脑啊！王承恩，传朕旨意，擢林晨为7品沾师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入职内阁，参与草拟政绩考核法。奴才遵旨。臣领旨谢恩。改变大明朝的第一步，终于成了。这是我们搬进这座院子的第3个夜晚。高墙围合，倒是个天然的囚笼。主公，这院子我越看越顺眼，总算有个像样的地方住了。就是太大了，俺一个人守有点费劲。带他回来，我才知道，赵毅，陕北庄稼汉出身，自幼力气异于常人。12岁能扛2食粮，16岁能徒手制住1头发疯的耕牛，只因家乡遭了旱灾，流落京城，几乎饿死街头。你以后会住上更大的院子的。周小姐那银子花得值。主公今日入职内阁，风光无限，怕是已经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钉子就是要扎进肉里，才能让腐肉流脓，只怕脓还没流出来，钉子先被烂肉吞了。狗急了是要跳墙的。他们会来的。可是林晨林大人，是我。我家小姐让小的给大人送个信。主公，周知微果然消息灵通，魏忠贤的狗动作倒是快。周知微，正是。小姐说今夜府中宴请魏良熙，听到他的随从说要今夜拔掉您这颗钉子。魏良熙，魏忠贤的义子，果然是他。知道了，你回去告诉周小姐，多谢谢。主公，对方有备而来，我们这院子不必换地方，就在这里，送他们上路。赵毅，想不想活动筋骨？先生让俺打谁，俺就打谁。关门打狗，一条都不能放跑。子时已到，该客人登场了。不知道赵毅打不打得过？还有啥招？倒是条硬骨头，可惜站错了队。是魏良军的私兵，宁死不降，全是死士。天亮之后，把这5具尸体连同这块令牌一起送到顺天府衙门。主公，只凭这个怕是扳不倒他。魏良珠可以推说令牌实施，我不需要顺天府定他的罪，我只要一个由头，一个让陛下相信阉党余孽亡我之心不死的由头。这把火已经烧尽，我明白了。明日早朝弹劾魏良卿的奏章会推满陛下的龙案，不光是魏良卿，所有和魏家沾亲带故的都该清算了。党争一毕，朝堂清静，我这些图纸也该派上用场了。筹备了3个月，今天总算能和徐阁老聊火器改良的事了。这些方案落地，大明能少走300年弯路。哟，林大人，对不住啊，徐大人今日在宫坊督办火器，吩咐了非工部当值人员一概不见，小的可不敢担这个责任。劳烦通禀一声，就说我有法子让红缨大炮的射程翻1倍。大人您就别为难小的了，徐大人的脾气您也知道，他发了话的事儿，小的有几个脑袋敢违背呀？他现在铸的炮，仰角超过30度就炸膛，膛线磨损快3倍。你若是不报，下次演武恐怕要出大事。徐
小的这就去，这就去。弹道偏差卡了3天，利玛德的攻势不可能错。大人，林主事林大人非要闯进来，说他有解决火炮炸膛的法子。不见，没看我正算弹道偏差吗？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面放。公式没错，但你的材料学一塌糊涂。原来是林主事，你怎么擅闯工部攻防禁地？这炮管铁料含硫太高，冷却不均导致内壁有暗伤。这种残次品也敢叫红衣大炮？哼，狂妄！这可是老夫亲自督造，按西洋秘法铸的。秘法？那是人家淘汰了50年的垃圾。这受力曲线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别管怎么算的，按这个方子，6磅炮射程能覆盖整个京城。圣人之言救不了大明，但我的真理可以。此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这算式比传教士的还要精妙100倍。既知，林小友，这螺旋膛线如何大规模加工？铁料强度若是不够，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给我实验室，给我最好的工匠，我能给你一个日不落的大明。徐，关于那个折射率的计算，哦，这位是谁？约翰，快来看，这位林小友提出的后装填连发装置，简直是上帝的杰作。你看这里，我的田主，这不可能！这种结构，即便是在罗马，也从未有人敢想过。德葛恩、唐若汪，正好，去帮我把这几种特种钢的配比实验做了。别研究你那破历法了，真理只在射程之内。射程之内？没错，在这个范围内，我就是真理。老夫禁运西学数10载，原以为已窥天机，今日见小友，方知井底之蛙。别整这些虚的，我要的锰矿、钨矿还有高岭土，3天内必须到位。好，老夫就是拼了这顶乌纱帽，也陪小友疯这一场。魏忠贤的余孽，皇太极的铁骑，准备好迎接文明的洗礼了吗？距离特种钢炼出来，就差这最后几步了。先生，你让俺找的那些亮晶晶的石头，俺从南城外废矿里刨出来了。没错，就是这个，含物量极高。先生，这些石头能当饭吃？不能当饭吃，但能让敌人变成灰。赵毅，明天开始你守在门口，除了徐大人和汤先生，谁敢窥视，格杀勿论。放心吧，先生，谁敢打扰你摆弄这些宝贝，俺把他脑袋拧下来当球踢。有了这个，就算10万铁骑来了也没用。谁呀？大半夜的瞎敲什么？林大人可在里面，宫里来的10万火急啊！刚摸到工业革命的门槛，朝堂的破事就来了。林大人，圣神口谕，宣您即刻入宫议事。何事如此惊慌？西北800里加急军报，流民起义已经攻破府谷县城了。圣上在暖阁急得团团转，命您立刻过去议事。终究还是来了，该来的一件都不会少。西北流民起义，府谷陷落，不是大明崇祯10年吗？难道是我到来改变了历史？流民攻陷府谷，陕西巡抚兵败，生死未卜。废物，通通都是废物！陛下息怒，臣以为当务之急是筹措军饷，平定叛乱。臣请陛下开征剿饷，均摊于亩，不出3月，必能凑齐100万大军，将流寇一举荡平。杨大人所言极是，国库空虚，此乃无奈之举，亦是雷霆之策，请陛下圣短。请陛下圣短。陛下不可。林晨，
你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也敢在朝堂之上妄言？陛下，西北百姓为何而反？因为饿，他们连树皮草根都吃尽了，才铤而走险。此时再加征剿饷，无异于火上浇油。加饷必逼民反，届时整个西北遍地烽烟，大明危矣。危言耸听，不加饷，拿什么剿匪？难道靠你林大人的3寸不烂之舌去说退那几十万乱民吗？你的意思是，说不退，但可以让他们吃饱饭。臣这里有一策，名为《西北流民安抚策》，剿不如抚。哦，说来听听。陛下，流民不是贼，他们是失去了土地的劳力，与其让他们拿起刀剑，不如让他们拿起锄头和铁锹。臣之策核心便是以工代战。具体而言，朝廷可设安抚司，将流民编入公营，组织他们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修筑官道。朝廷只管饭食，按工计分，工分可换粮、换布、换盐，甚至未来可换地。如此，流民有活干、有饭吃、有盼头，自然不会再铤而走险。一派胡言！国库空虚，哪来的钱粮供养这100万流民做工？钱可以从流民身上自己赚出来，这便是我策论的第2步：开矿自养。西北虽穷，但煤铁之库藏丰富，可以供兵营开矿，就地冶炼，所得铁料，一可铸成农具分发，二可打造兵器输送九边，节省朝廷巨额开支。多余的煤铁更可卖与晋商，换回的银两足以让整个安抚兄自给自足，甚至反哺国库。国法的根基是民心，民心没了，国法就是一张废纸。杨大人，你敢保证你的剿授争下去，不会逼出第2个、第3个府县吗？够了，林晨，朕姑且信你一次。传朕旨意，暂停征剿饷，另派钦差巡视西北，核查灾情。林晨，朕要你亲眼去看看，你的法子到底行不行得通？臣领旨。赵毅，俺在，准备行囊，我们去西北。啊？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啥？去招工。崇祯，你给了我一个支点，我就还你一个工业化的西北。剿匪不，我是去建立我的兵工厂。西北之行在即，京城这滩浑水，我不能置之不理。我要去西北，快则半年，慢则1、2年。京城是我们的根，也是敌人的心腹之地。苏清河虽身有残疾，却是这世上最懂布局的人。我不能把后背留给一群恶狼。主公是想在这京城里埋下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要布下天罗地网，钱是第1块敲门砖。我要的不只是眼睛和耳朵，我要一张网，一张无孔不入的网，从朝堂到市井，从官邸到诏狱，所有动静我都要知道。人手、门路，还有不会引起怀疑的身份，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以及权力的庇护。钱，这是第1笔。人，你去挑。那些在阴沟里挣扎、有才华却被世道踩在脚下的，都可以是我们的刀。至于庇护，会有的。这张网就叫蛛网，你是执网人。清河领命。待您从西北归来，这京城在您眼中将再无秘密可言。他怎么来了？知道你要远行，给你备了些路上吃的点心。西北苦寒，万事小心。他的手好软。我有一事需要你帮忙。季之，请讲。苏先生要在京城办些事，做些小买卖，但他腿脚不便，又无根基，很多地方官府衙门不好打交道。家父在六部和顺府还有些薄面，文书批阅，商铺开设，我可以帮忙疏通。周家在京城也有几处不起眼的产业，可以借给苏先生落脚，不会引人注目。多谢。你我之间何须言谢？你在外面开疆拓土，京城我为你守好。知微，不早了，知微就先回去了。夜深了，我送你回家吧。一个为我提供权力的庇护，一个为我编织黑暗的罗网，这京城终于有了让我可以放心离开的理由。它不再只是一座冰冷的城，而是有了一个等我回来的家。
崇祯7年的春天，大明的天已经快要塌了。陛下，临臣求见。宣，臣临臣叩见陛下。起来吧。你不是要去西北吗？怎么又进宫来了？可是有什么难处？回陛下，臣去西北需要人手。人手？你要多少？500人足矣。临臣，你也知道，如今朝廷捉襟见肘，能打的兵都在9边，守京师的又动不得。朕手里当真没什么好人手能给你。我就知道，想要朝廷出正规军，根本不可能。非要说有，倒也不是全无。京郊大营里有一批从辽东撤下来的兵卒，约莫500人。只不过这些人都是滚刀肉、骄兵悍将，杀人不眨眼，蓟辽都市都不敢用。朕把他们扔在京郊，也是怕闹出乱子。你一个文官，真敢要？臣要。好，有胆量，朕就把他们给你。不过临臣，丑话说在前头，你若管不住他们闹出乱子来，朕可不会护着你。臣明白，若管不住，提头来见。退下吧，王承恩拟旨，京郊大营500兵卒归临臣调遣。林主事，这500号人可都是从辽东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皇爷恩典都拨给您了，您可得好生管教啊！有劳公公。这群野狼，只要训好了，比那些娇生惯养的精英兵强10倍。哼，哪儿来的小白脸儿，带个傻大个就想管我们？兄弟们，新来的官爷看着细皮嫩肉，怕是连刀都没见过吧？走，去校场。从今天起，你们归我管。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立过什么功，在这里只有一条规矩：服从。服从啊！小白脸儿，你问问我手里的刀，他服不服？想让我们听话，先打赢老子！让他闭嘴。还有谁不服？很好，现在训练开始。想要狼听你的话，先得给他吃肉。1、2、3、4，1、2、3、4。记住，装药、填弹、压实、举枪、瞄准，每一个动作都给我练成吃饭喝水一样的本能。这支军队的魂正在被我重塑。林主事，这就是那群辽东的兵痞。大人请看，射击！枪阵，突刺！武器、纪律、意志，这才是我想要的军队。西北的黄土，准备好被钢铁离开吧。新军粮仓的美味，比我预想的还要刺鼻。狗东西！这就是户部拨给我们兄弟们的军粮，猪食都比这个干净。吵什么？朝廷渡猪艰难，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嫌不好别吃啊！你再说一遍！你敢动我？我可是奉了温大人的命令。赵毅，放开他。温大人？哪个温大人？自然是内阁的温体仁温阁老。林主事，我劝你还是安分点，别给自个儿找不痛快。我们走。今日他能换我的军粮，明日就能断我的火药。这条后勤线必须清干净。为了一批军粮，就去得罪一位阁老，不值当。老夫给你想办法，从别处匀一些过来便是。徐阁老，我去西北不是游山玩水，是要建立能自己造血的基地。后勤线不握在手里，迟早要出大乱子。你想怎么做？户部的账册可都是温体仁的亲信在管。粮从官仓出，必有2本账，一本给朝廷看，一本是他们内部的流水。
我要第2本，您帮我拿到工部的出入库原始凭证，2相对照，温体言赖不掉。你这个脑子不像个秀才，倒像个算无一策的账房先生。好，老夫帮你。温体仁，你的把柄我很快就能拿到了。陛下，此乃诬告，血口喷人。林臣联合徐光启伪造账目，构陷内阁辅臣，其心可诛。温大人，账目真伪一查便知。这本粮运账册写着拨给京郊大营300担上等白米，可京通粮仓转运水单显示，这批米进了通州张员外的私仓。敢问温大人，这个张员外是不是您的内侄？他一个粮商，凭什么能挪走朝廷的军粮？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够了！国库空虚，辽东吃紧，流寇四起，朕恨不得1文钱掰成2半花。你们倒好，敢克扣军粮，挖朕的墙角。温体仁，你太让朕失望了。陛下，臣冤枉，臣对大明忠心耿耿啊！哼，忠心，罚你3月俸禄，闭门思过。若有再犯，朕绝不轻饶。滚！林晨，这次是朕识人不明，委屈你了。为陛下分忧是臣的本分，只是什么？但说无妨。臣即将前往西北平叛，补解线漫长，臣担心今日京郊之事会在西北重演，恳请陛下赐臣临机决断权，允许臣自主调配3省物资，先斩后奏。好，朕准了。你旨着林臣为督办西北军务主事，赐尚方宝剑，3省巡抚之下，敢延误军机者，先斩后奏。臣领旨，谢陛下天恩。有了这临机决断权，西北就该是我林晨说了算了。站在京城外的官道上，我知道这一去，便再无回头路。先生，舍不得？不，我只是在想，下次回来时，他该是什么模样。西北才是我真正的战场。出发！混账！你竟要自甘下贱，去给他当一个随行婢女！我周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父亲，女儿不是去当婢女，我是去当她的账房，她的粮草官，她的后盾。胡闹！西北是什么地方？千里赤地，流寇遍野。他林晨此去九死一生，你跟着去是去送死。正因如此，女儿才要去。这是女儿连夜整理的西北3省历年粮税亏空账目，还有我从工部旧有处寻来的新式水涛与纺车图纸。林晨要在那片不毛之地站稳脚跟，光靠杀人是不够的。你这是在赌？女儿是在为周家，也是为自己，赌一个未来。父亲，您拦不住我。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啊！赶路的第1日，便在这驿站歇脚，前路漫漫，不知还有多少变数。终于追上他的队伍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留下我。站住！军营重地，闲人免入。干什么的？民女是来投奔亲戚的，盘缠用尽，想用亲手做的几样小菜换一顿饱饭和一夜安寝。军中不留女眷，快走快走！这位将军，我只想求见你们主事大人一面，将吃食奉上。他若不要，我立刻就走，绝不叨扰。周小姐，你这是何意？林大人，小女子如今无家可归，只求大人收留，做个洗衣做饭的婢女。首府大人的千金给我当婢女？周小姐，这个玩笑不好笑，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这是西北3省矿产封地图，这是关中几大士绅的引田名录，这是我为您招募来的30名巧手工匠的名册。这些情报的价值远胜千军万马。这些破纸条能比大刀长矛还好用。林大人，你此去西北是龙入大海，但龙也需要一个安稳的巢穴。你负责征服天下，我负责为你打理钱袋，让你的大军永远有饭吃，有衣穿，有精良的兵器可用。周小姐，你做的这些已经远超我的预料，我信你，但要留在我的队伍里，我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大人请讲。我曾听西洋传教士和闽地海商提过，在南洋吕森一带有2种高产作物，一种名曰红薯，
一种名曰土豆，它们不择地利，耐旱耐寒，亩产数千斤，是活人无数的神物。我知大明东南沿海或有少量种植，但知之者甚少。我想请你动用周家的关系，为我寻来这2种作物的秧苗和种子，越多越好。你能办到吗？大人放心，小女子虽未曾听闻此物，但只要她在大明的疆土上出现过，我就一定能为您找来。给我3个月时间，足够我将秧苗送到您的西北大营。你的营帐扎在我主帐旁边。赵毅在。从今天起，周小姐的安全等同于我的安全，明白吗？明白。这个女人，她带来的不是礼物，而是一双能将我的蓝图变为现实的手。有了她，我那些超越时代的疯狂想法，才有了落地的可能。回去，没粮了，不准进城。官爷，给口吃，快饿死了。奉旨入陕赈灾，越靠近西安，我心里越沉。一路上的惨状早已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些人都是我要救的百姓。赵毅跟着我多年，从未见他气成这样。周知玉是首辅之女，跟着我来赈灾，怕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下官陕西巡抚钱谦益恭迎林大人。哎呀，大人您可算来了，这局面下官实在是没办法了。城中有多少兵？粮仓还剩多少粮？回大人，俄兵不过3000，还都是些老弱病残。至于粮仓，早已空了月余啊。空了？那这满城的官吏兵丁，吃的是什么？这个是靠着城中几家大户接济。好一个接济！赵毅，传我将令，进城。这西安城的天，该变一变了。从现在起，陕西所有军政要务由我全权接管。钱巡抚，你可有异议？下官不敢，一切全凭林大人做主。他看见玉玺的瞬间，就知道不敢反。很好，第一件事，开仓放粮。大人，万万不可啊！方才下官已经说了，府库里真的没粮了，开不了仓啊，开了城就要乱了。我问你，西安城内有多少官仓、驿仓、长命仓？官仓3座，驿仓7座，长命仓早已废弃。这些粮仓你都亲自去看过，确定1粒米都没有？这下官公务繁忙，都是听下面的人报上来的。哼，赵毅点齐50亲兵，跟我去粮仓。钱巡抚，劳烦你带路。果然和我猜的一样，他根本没查过。这没味儿。我们直奔最大的广济仓，我倒要看看他说的空仓是什么样子。封条是新的，锁却是锈的。此地无银300两。他娘的，这就是巡抚大人说的没粮了，拿沙子糊弄鬼呢！大人，真的没粮了呀！下官实在是拿不出1粒粮了。看你吃的白白胖胖，看来城中大户囤积的粮食还不少，那就从大户手里借粮。大人，抄了城中3大粮商的家，又从官仓角落搜出一批陈粮，都运回来了。很好，全部运回临时指挥所，让周之威清点。所有粮熬成稀粥，最多能撑5天。5天后流民必反。5天够了。秦岭有煤有铁，我们不只要救灾，还要教他们自己造粮。这是什么？你听说过农业机械化吗？崇祯10年，西安大旱，流民百万，我站在了改变命运的十字路口。先生说要以工代账，我倒要看看这些饿疯的人听不听话。什么时候开粥啊？我家娃都快饿死了。娘，我饿。乡亲们，我知道你们想活下去。对，我们只想活下去。从今天起，粥管够。太好了，有救了！但不是白给的，想要粮食就得靠干活来换。什么？要干活换？这是要逼死我们啊！让我们干活，我们哪还有力气？大人行行好吧，给口吃的吧。先生还没说完，谁再聒噪，今日便没他的粥。赵毅，退下！想要活命，想要你们的婆娘娃儿不再挨饿，就得靠你们自己的双手。他说的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今日起，我招募万名工人，有力气的青壮去开矿，
挖出来的煤铁换粮食，每天3顿干的，剩下的修路挖渠，同样管饱。老人、孩子、妇人、女子，只要愿意做缝补搓绳的轻式活计，一样有粥喝。我会缝补，我能干活。我凌晨立誓，只要肯干，不出3月，让你们人人有饭吃，住新房，穿新衣。我信你，你说的一定能做到。愿意跟我干的，站到右边来。人心是最宝贵的资产，第一步稳了。识字的去文书处，会木工、铁匠活的去甲字区登记，其余青壮全部去乙字区，按10人一队、100人一排登记造册。真香啊！好久没吃过饱饭了。我要登记，我要干活。排队，都给老子排好队！谁敢插队，饿他3天！大人，俺打了一辈子铁，从没见过您图纸上这四四方方的高烟囱炉子，能炼出好钢？热气下进上出，火力最集中。我再改水力鼓风，一天能抵你过去10天的功夫。还有这法子？你再看这个，叫水泥，半个时辰就比石头还硬，气炉子10年不坏。这也太硬了，神仙手段！大人，老朽这条命从今往后就是您的了。他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所有人的干劲儿都调动起来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都加把劲儿！先生说了，今天挖够数，晚上炖肉汤。用不了多久，第1炉铁就能炼出来了。这里水泥抹厚点，不然扛不住高炉重量。粮食送到了，大家歇会儿吃点东西再干。今日登记流民37000人，青壮12000，开采煤5万斤，铁矿13万斤。按这个进度，5日后第一批煤铁就能换回足够撑到秋收的粮食。先生，民心定了。俺今天听见他们私下说您是活菩萨下凡。不，我不是菩萨，我要锻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片土地就是我重铸大明的第1个工厂。37000流民涌入，行政系统直接崩了。大人，公分全乱了，流民差点打起来。我去镇住场子。大人，天哪，这么多账得算到什么时候呀？他怎么来了？慌什么？季之哥哥定乾坤，你们乱什么阵脚？你带赵毅去巡营，账目交给我。他好像比我想象的厉害多了。我们挖3车矿，凭啥只给2车半口粮啊？账目太多，算错了而已。放开他，账算错了我来算。这几万人的账，您慢慢看。我问你3个数：昨日发粮多少担，出工多少人，工分总量多少？这得慢慢核对。这速度比我算看算的还快。实发120担，应发111担，工分合计114担，还有3担恰额。你提的3斗精米是给谁备的礼？今天起，民政司的账目管理都按我的规矩来。第1条，复式记账，差1钱就打30军棍。第2条，100人为营，冒领工分全营连责，按规矩干。我保你们娃儿喝热汤，年底穿新衣。姑娘是活菩萨，俺们服了。周大人，周大人。我以为带他来是受苦，没想到他才是最完美的调度员。歇歇吧，这些事儿不该让你操心。知道我辛苦，将来天下太平怎么补偿我？以后你的钱袋子可得归我管。好，钱袋子归你，我也归你。能牵着他的手，看着人间烟火，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等了3个月，终于来了。这批种苗是西北几10万百姓的活路。大人，不就是些农作物吗？至于您亲自在这儿等，快，停车，到地方了。小姐，幸不辱命。按照您的吩咐，小的们倾尽全力
从闽地、吕叟等数条海路，终于将林大人要的东西悉数寻来。辛苦你了，下去领赏吧。真的找到了，真的找到了！没错，是他，真的是他。知薇，谢谢你，你送来的不是种子，是几十万流民的命，是我们匡扶大明、平定流寇的根基。他怎么抱我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大人，这不用土咋种庄稼？闻所未闻呐！老张，这叫无土栽培法，种子太少，直接种下地，万一有个天灾人祸就全完了。用这个法子，我们能用最快的速度把1株苗变成100株，把这个土豆块埋进去。他怎么什么都懂啊？太厉害了！青天大老爷，林大人是天上下来活菩萨呀！种子已经播下，无论是地里的还是人心里，接下来就是等待一场席卷大明的丰收。这就是你一直在研究的新式武器，用这就能打败起义乱军。知薇，等着看吧。圣人之言救不了大明，但他们可以。有了他们，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东西，比如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到。那我可得把账算清楚了。这兵工厂每日耗煤铁几何，产出武器几许。季之哥哥，我可是把全部心血都放在这里了。傻丫头。大人，周小姐，丰收了，大丰收啊！这玩意儿真跟您说的一样，一窝能刨出10几斤。现在外面的流民都挤破了头要投奔咱们，李自成那边的人心都快散了。竟然真的成功了！有了这批粮食，我们不仅能养活所有居民，还能支撑大军出征半年有余。季之哥哥，你的矛已经可以出鞘了。是时候打造新军了。我们的第一战就从这些所谓的闯王开始。我要让全天下看看，谁才是这乱世真正的主人。这就是活神仙林大人，看着跟咱们也差不多嘛。嘘，小声点儿。没看旁边站着赵将军吗？那可是能生撕虎豹的猛人。我知道，你们以前是农夫，是工匠，是走投无路的流民，但从今天起，你们只有一个身份：大明新军的士兵。在这里，没有神仙皇帝，只有铁的纪律。你们要忘记自己的名字，记住自己的编号，忘记散漫，记住服从。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跟着我打赢每一场仗，让你们的家人永远有饭吃，有衣穿。赵毅，到，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纪律。是。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站直了，挺胸，收腹。你是个男人，不是根软面条。这就是你们的伙计，叫先锋一世。他不用火绳，风雨无阻。他射程更远，威力更大。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命一样爱护他，因为在战场上，他就是你们的命。那些是雷神3式轻便炮，2个人就能推动，3分钟就能完成发射。他们将是你们最可靠的后盾。现在开始实弹射击训练，每个人30发弹子。记住，这轻铁弹子比人命贵，谁要是浪费了，就给我去伙房削3个月的土豆。赵毅，这支部队我要的是尖刀，是能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幽灵。他们的名字叫影刃。你作为他们的队长，必须比他们更狠。先生放心，他们要是掉队，我亲自把他们扛回来。这是给他们的特殊装备，连弩、金刚短刃，兵工厂会优先配给，训练他们夜战、渗透、格杀。我要他们成为敌人的噩梦。报告主帅，此战我军以阵亡37人的代价，全歼敌军500余人，缴获兵甲粮草无数。欢呼什么？37个弟兄的命换500个乌合之众，值得骄傲吗？我告诉你们，我的兵一个换他们100个，我才算勉强不亏。记住，战争不是游戏，胜利的意义是让我们的人活下来。都给我回去训练加倍。什么时候你们能做到零伤亡全歼敌人，再来跟我邀功。先生，他们打得已经很好了。好，还不够，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报，主帅，800里加急军情，闯王高迎祥与李自成合兵一处，
号称30万大军已兵临西安城下。崇祯11年，高迎祥、李自成合兵30万围西安，大明西北防线已是危如累卵。30万，高迎祥的闯王旗号，加上李自成的闯将锋芒，现在的西安就是个火药桶。先生怕什么？咱们的先锋一世和雷神不是吃素的，冲过去掀翻他们！硬拼，那是莽夫所为。我手里的兵，每一个都是用银子、钢铁堆出来的宝贝，不能无谓的填在这个坑里。30万大军听着吓人，可终究是两股水拧在一起，水流湍急之时，最易生出漩涡。既知哥哥是想让这漩涡从他们内部生出来。知我者，知微也。高迎祥是舅舅，李自成是外甥。舅舅老了，威望尚在；外甥却正当壮年，兵锋正盛。这世上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权力和人心。历史上的高丽联盟本就充满猜忌，我需要的只是提前点燃那根引线。赵毅，传令引任的精锐潜入义军营地。是，要杀谁？不杀人，只放火，放流言的火。动作快，撤！最近营里流言四起，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18子主神器，李自成，你小子野心倒是不小。闯王，西安城防已摇欲坠，只需再攻3日，定能破城。自成啊，这营里都在传，你这尊闯将很快就要把将字去掉了。闯王，这定是官军的离间之计。自成对您忠心耿耿。忠心？你私自收编那3000降卒，可曾报过我？报！闯王，闯将，后方粮草营起火，守卫说是乔建穿着闯将部下军服的人干的。胡说八道！我部皆在攻城一线，何人去烧粮草？李自成，你是想断了老子后路，好逼我就范吗？辍王，你信外人的鬼话，不信亲外甥。在这乱世，老子只信手里的刀。仗还没打赢，自己人先闹起来了，这仗还怎么打？先生神了，他们真的自己打起来了。攻城易，攻心难，传令全线压上，打几炮就行。我们要的是他们自相残杀的残局。弟媳，这是什么武器？这么厉害！大明的颓势就从这里开始扭转，这片土地该重新洗牌了。西安城外的义军营帐，一场致命的猜忌正在悄然蔓延。昨日还并肩作战的袍泽，此刻已经剑拔弩张。你们闯营的人，是不是昨晚偷偷烧了粮草？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谁也别想走出这个大营！放屁！我们的粮草也烧了大半，血口喷人也要有个限度。要查大家一起查，别往我们头上扣屎盆子。李自成此刻还对高迎祥抱有一丝期望，却不知猜忌的种子早已生根。闯王，粮草已失，军心已乱，官军的火炮诡异，此刻强攻西安，无异于自取骂亡。我们应该暂避其锋，重整旗鼓。放屁！李自成，你就是被那几声炮响吓破了胆，还是说你巴不得老子把兵马都折损在这里，好让你捡个现成的便宜？舅舅，你我并肩作战至今，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你宁可信一张不知来路的纸条，也不信我。哼，清楚。我看你翅膀硬了，是越来越不清楚了。李自成的幻想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他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道不同不相为谋，这西安我不攻了，我的弟兄不能白白死在这猜忌和疯狂之中。愿意跟我走的，拿上兵器，带上能带走的粮草，我们走。反了，都他娘的反了！数万精锐的闯将部署，没有一个人质疑李自成的决定，他们信他胜过信自己的命。30万大军一日之间分崩离析，高迎祥的败局从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他不敢打，老子敢！传我将令，全军整备，今日不计伤亡，务必给我踏平西安！我要让李自成看看，没了屠夫，我照样吃带毛的猪！踏平西安！与义军的混乱不同，我的新军阵地此刻肃杀的如同冰窖。先生，汉子来报，李自成带着部众走了。高迎晓那老家伙疯了，真要拿人命来填咱们的阵地。填？太好了！我正愁没有机会向天下人展示一下什么叫钢铁的艺术，什么叫战争的未来。高迎祥，你用血肉之躯来挑战我的工业文明，你这是在求死！炮兵营，听我号令，3轮急速射，目标敌军中军大旗。是。死亡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火枪营自由射击，把他们压在300目之外，不许一个人冲过来。遵命。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旧时代的尘埃终究要被新时代的钢铁洪流碾碎，而我就是掀起这股洪流的人。高迎祥已是丧家之犬，李自成才是破局关键。先生，高迎良那老小子跑了，俺已经派骑兵咬上去了。此战斩获无数，降兵至少7、8万。季之哥哥，我们胜了。接下来是乘胜追击高迎祥，还是……穷寇要追，但我不亲自去。赵毅的骑兵足够料理他。传我手令，散布消息说我要对起义军赶尽杀绝，尤其对李自成部绝不留情。带上土豆红薯去追李自成，告诉他我在等他。收心比杀人更重要。官军说要赶尽杀绝，咱们跑不掉了。这就是击败高迎祥的林晨，太年轻了。林先生单枪匹马，就不怕我把你剁成肉泥？你敢？俺看谁敢动先生！望江要杀我，就不会在这里等我。杀了我，下一个高迎良就是你。先生信中说的共同抚民定国，所指为何？我不要你们的兵权，也不要你们称臣，我要你们脱下兵甲，拿起锤子锄头，建设家园。让我们当泥腿子，这是羞辱我们！你的弟兄跟着你，是为了流离失所，还是为了吃饱穿暖、老婆孩子热炕头？在我那里，出力就能分田住新房，活得像个人。这是土豆和红薯，亩产数千斤，耐旱耐皮，有了它，天下再无饥荒。高迎祥要的是龙椅，我林晨要的是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挺直腰杆活下去。你的刀是继续砍同胞，还是跟我一起为子孙开辟万世太平？某李自成愿随先生重铸乾坤。我们愿随先生重铸乾坤。先生，几句话就把他们劝降了，比打仗还快。记住，火炮能征服身体，但希望能征服人心。快跑！我不甘心，30万大军怎么会输得这么惨？林晨、李自成，你们等着，等我联络上张献忠，早晚杀回来。巴蜀必须拿下。巴蜀道路险阻，易守难攻，高迎祥残部难逃，和张献忠合流。张献忠比高迎祥更狠更毒。张献忠据险，火炮难发挥，强攻伤亡必会惨重。常规战法耗时耗力，我们等不起。李自成是破局关键。闯将，你曾与张献忠联手，又数次翻脸，他麾下可有能用之人？回先生，张献忠生性多疑，残暴嗜杀，将领人人自危，其中几人尚存良知，若许家小安稳，前程无忧，李某或可说动一二。我不仅保他们家小，还让他们参与建设新西北。周之威在。拟定屯垦建设兵团章程，弃暗投明者按公祭分田分房，子女优先入学堂。命你为兵团总指挥，此事由你全权负责。我只是降将，他竟信我，这份信任我担得起吗？李自成愿为先生肝脑涂地。我要的不是你的命，而是你的人脉和经验，为我撬开巴蜀的大门。今晚剑门关必破，我们是插向心脏的刀。不能滑，不能出声。将军快！再过半个时辰就换防，上面就是剑门关烽火台。弟兄们手脚麻利点，先生说过要快要狠，绝不能辜负先生信任。第一个解决，速战速决，不留活口。弟兄们准备信号，先生，我们做到了。信号来了，总攻开始。张献忠死期到了，火炮已校准，随时开火。这炮炸醒所有顽抗的人。开炮！什么声音？敌袭！敌袭！敌袭！缺口开了，该步兵上了，前进！冲啊！拿下剑山关！里应外合，关隘必破。
剑门关拿下了，下一个成都。我竟然输了！哈哈哈！林晨，你赢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18年后，老子又是好汉。杀他，太便宜了。你们中谁的家人死于他手？我爹娘都被他杀了。你们中谁的妻女被他凌辱？我媳妇儿被他糟蹋了呀！我林晨今日不杀他。什么？不杀我？因为杀他太便宜他了。他想干什么？折磨我？成立西北最高人民法院，对张献忠的累累罪行公开审判，看你是英雄还是屠夫。他要公开羞辱我。审判？哈哈哈哈哈！大明朝廷能容得下你吗？你的下场比我惨10000倍。张献忠临死前的狂笑还在我耳边打转。他说，大明朝廷容不下我，我的下场会比他还要惨10000倍。季之，夜深了，你还在想张献忠的话？我在想，他说的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平定流寇，在他们眼里从来不是弓，是钉。那我们当如何自处？他们想让我交出兵权，做个任人宰割的富贵闲人，绝无可能。乱世活下去，就得有让他们怕的力量。我要把西北打造成针插不进的铁桶江山。笔墨纸砚，不管他做什么，我都陪着他。我要把西北打造成水泼不进的工业堡垒。要实现这一切，我需要一个能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宋应星，只有你能把我的空想变成现实。寒窗苦读几十年，终究还是落榜了。我这辈子难道只能当个失意文人？宋先生，我家将军林晨久仰先生大名，特备保礼，恳请先生出山共襄领举。平定张献忠的西北将军，他找我做什么？我倒要看看这位将军送了什么东西。这些结构我闻所未闻。你家将军是何方神圣？我家将军说，他是希望以功兴国、实学济世的读书人。他说，天下不能只有圣人之言，更要有万民之用。我的学问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这些全都是机械设计图。他说的工业堡垒，竟然不是说说而已。学生林晨拜见宋先生，一路辛苦。将军，这水力联动冲压技床，当真可行？理论可行，但我缺一个能把它变成现实的大将。天工开物，我拜读数遍，您才是最懂工艺的人。这些工艺竟然都落地了，他到底走了多远？这是焦炭炼铁法，温度比木炭高30%，铁的纯度更高。先生之才，惊天伟地。我穷尽毕生只是记录，您是在开创时代。我愿追随先生，把这些图纸变成现实。有先生相助，我大业可成。任命你为西北工业总署总督办，所有工匠皆由你调配，标准化，流水线，不差毫厘。先生，这才是真正的军国利器。俺来试试。我这锤能砸裂石头，这玩意儿能扛住？我的娘，这玩意儿比俺的脑门还硬！先生，快给俺的弟兄们都换上。宋老，您写的叫天工开物，我们一起做的叫重铸大明。这是我特意加装的减震装置，试试是不是比寻常马车要稳当些。这车竟然这么稳，这车竟一点也不颠簸。这叫减震，用了我们自己炼的钢和橡胶树。喜欢吗？喜欢。你把不毛之地变成了我没想象过的世界。这还不够，等有了蒸汽机，我让你坐不用马的轿子。不用马拉车，那不是神仙法术了。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信。他的未来一定会来。内有流寇，外有贱奴，这大明朝怎么这么难？陛下，
林晨在西北大兴土木，私开兵工厂，实为割据。此人名为国臣，实为国贼，拥兵自重，图谋不轨。林晨拥兵10万，难道真的想反？温爱卿所言可有实证？陛下，其行径便是明证，恳请陛下召他回京，削其兵权。圣旨800里加急送往西北，山雨欲来风满楼。林晨接旨。下官林晨恭迎天使，恭迎府台大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北总督林晨平乱有功，着即日返京觐见圣颜，另任孙传庭接管西北军政，钦此。臣领旨谢恩。咱们先去府内歇息了。府台大人一路车马劳顿，请入城歇息。你就是林晨林继之，比本官想象的年轻太多。本官素闻你在西北另辟蹊径，不知可否让本官开开眼界？大人想看，林晨自当奉陪。大人请。先带你看看我的家底。举枪，瞄准，齐射！这是何种火器？装填竟如此之快！回大人，此乃下官工坊研制的后装碎发枪，名曰前锋一式，射速是鸟冲的3倍。好一个前锋一式，好一只虎狼之师！林继之，本官小看你了。这是液铁高炉。竟能如此！将军，您看这套联动齿轮设计，锻压效率能再提升2成。这位大人是？这位是新任陕西巡抚孙大人，这位是宋应新先生，西北工业总署总督办。见过府台大人。先生不必多礼，先生大才，天工开物我拜读过，未想先生在西北立奇功。继之，你这哪里是在平乱，你这是在再造乾坤呐！我孙传庭实在佩服。大明有福矣。圣旨的意思我清楚，召你回京是假，夺权是真。温体恩那些人在陛下面前没少给你上眼药。府台大人此来是来接管这西北之地的。没错，但今日所见让孙某明白，若夺了你的权，便是自毁长城。大人谬赞，我不过一介书生，做的都是些格物致知的微末小道。微末小道？你这只虎狼之师，这片钢铁之地，若不能用在刀刃上，才是大明最大的损失。我孙白户在陕西练兵多年，自问也算知兵之人，可我练的兵缺饷、缺粮、缺甲、缺气。我看着好儿郎穿破棉甲，拿袖刀和鞑子拼命，我的心在流血。可你呢？你这里的兵吃得饱穿得暖，甲坚气力，放到辽东一个能顶3个用。可朝中那些蠢货只看到你兵强马壮，说你拥兵自重，却看不到关外那头恶狼獠牙抵在大明咽喉。关外后金虎视眈眈，乃我朝心腹大患。袁崇焕虽守住了宁锦，早已是千疮百孔，我等皆是砧板上的鱼肉，不知何时被人宰割。哎，大人这是干什么？你听我说完。我今日不为朝廷，只为天下万民，向你提出一个请求。你既要离治，新军留西北屯田太过可惜，不该耗费在内斗的算计之中。孙某恳请你在交接兵权之前，率此天兵出关北上，替我大明犁田扫穴，永绝边患。大人之托，为国为民，林晨敢不效死？自成，你留在这儿。那些矿山、水泥厂是我的命根子，还有今年刚种的万亩红薯。末将领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定保西北无虞。谁敢动工厂，我让他变高炉渣子。枪杆子里出政权，但工厂才是枪杆子的妈。等我回来，要看到蒸汽机雏形动起来。既知此去京城，实为龙潭虎穴，留李自成看家，确实是妙招。但温体仁那帮老狐狸没憋好屁。全军听令，护送将军回京。谁敢拦路，老子砸碎他天灵盖！林大人，您不能走啊！您是我们的活菩萨，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大人，这是俺家去年收的，您带着路上吃。这是西北10万户百姓联名的万民饭，请您务必收下。我们10万百姓跟着您。继之，
看这些百姓，你赢的比那些圣人加起来都多。这些百姓才是我最大的底气。圣人之言救不了大明，但吃饱饭的百姓可以。这杆帆比任何圣旨都管用。出发！大军一路向北，离京城越来越近了。将军，咱们2万人回京，皇上不会关城门吧？他若是聪明，就该知道这2万人是保他江山的；他若是糊涂，在这射程之内，我就是真理。朱由检，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毕竟造新皇帝比造蒸汽机麻烦得多。季之，孙大人临行前说的话，你真的打算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的刀要时刻磨亮。至于砍向谁，要看谁先伸脖子。赵毅，末将在。传令下去，保持速度。今晚吃肉，吃肉嘞！我吃肉。京城，我来了。此番回京，必不负百姓所托。这便是西北的民意。哀卿平身，这就是西北百姓的心意。回陛下，这是10万户百姓的饭碗，他们不懂圣人之言，只认得能让他们吃饱饭的人。这小子竟敢用民意压朝堂，林大人此举未免有挟民意以自重之嫌。我大明自有法度，何须此等江湖手段？回陛下，西北已然平定，流民化为工农，矿山工坊日夜不息。臣此次带回2万精兵及新筑火炮100门，皆可为国效力。天助我大明！天助我大明啊！好一个林继之！传朕旨意，林臣接驾有功，平乱有策，擢升兵部右侍郎。陛下竟如此宠信这个年轻人，总领全国新军操练，军械革新事宜，赐府邸1座，黄金1000两。这小子果然没让我看错。陛下圣明，林侍郎乃国之栋梁，老臣举贤不避亲，小女在西北亦受其照拂，方知何为社稷之臣。周颜如竟直接和他绑在一起了。陛下，兵部乃国之重器，林侍郎年岁尚轻，恐难当大任。朕意已决，此事就这么定了。继之啊，今日朝堂之上，温体仁那老狐狸脸都绿了，痛快。首辅大人过誉了，不过是些分内之事。他今日在朝堂上真的好耀眼啊！爹，您就别绕圈子了。继之刚回京，舟车劳顿。好，我这女儿胳膊肘已经拐到天边去了。继之，你如今手握兵权，又得圣眷，已是温体仁的眼中钉，但朝堂争斗阴险过沙场100倍。多谢大人提点。女大不中留，我也只能遂了他的心意。你们的事我不拦着，但继之，你需答应老夫一件事。大人请讲。护好他。林臣在，他便在。我经营多年的权势，岂能毁在你手里？兵部侍郎，总领新军，圣上对他的信任已经超过我了。相爷，林臣根基尚浅，京城不比西北，是咱们的地盘，慢慢跑治便是。慢了，等他把新军练出来，等周延如那老狐狸彻底和他捆绑在一起，就太晚了。我感觉得到，我在朝堂上正在逐渐失利，想要自保，就不能被动挨打，必须主动出击，下一盘更大的棋。他不是能打吗？我倒要看看，当后进的铁骑出现在京城城下时，他这个兵部侍郎要怎么打？立刻送去给关外范先生，告诉他时机到了。相爷的意思是引狼入室。他们绕过关盖防线，临城城，第一个该问罪的是谁？是蓟辽都师袁崇焕。第二个要被推上火线去送死的是谁？是总领新军的林晨。林继之，你以为你赢了？不，这天下很快就要乱了。急报！10万火急，后京大将阿巴泰率4万铁骑绕过宁锦防线，由大安口破关。兵锋已至遵化。那蓟辽都师袁崇焕呢？他的防线为何？袁都师接到警讯，已留总兵祖大神稳固锦州防线，亲自率9000关宁铁骑星夜驰援京师。然敌军势大，我军在广域门外陷入死战。袁都师为掩护主力后撤，身中数箭，力竭殉国。袁爱卿殉国了。陛下，国门洞开，京师危在旦夕。臣以为当务之急是立刻关闭9门，全城戒严。罢了，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总好过被千刀万剐，背负千古骂名。袁崇焕，你没做到的事，我来做。陛下，臣请战。林侍郎，阿巴泰乃后金悍将，麾下皆是百战精锐，你那2万新军，怕是连给鞑子塞牙缝都不够。温大人的意思是，我大明已无人可战，只能坐视鞑子兵临城下，再割地赔款吗？你血口喷人！够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内斗？林晨，朕命你为都师，总领京畿防卫，总辖经营兵马。朕给你亲军指挥权，给你调动一切资源的权利。此战，朕只要一个结果。臣遵旨。此战不破敌寇，臣提头来见。又来了一批送死的，传令下去，2亿包抄，碾碎他们。骑兵最大的优势是冲击力和机动力，我要做的就是废掉它。开火！2排放，3排放。不可能！明军的火铳何时变得如此凌厉？命重甲兵、白甲兵冲锋，撕开他们的阵型。赵毅，在，让咱们的宝贝给阿巴泰将军送份大礼。这便是我以雷神3式重炮的铸造技术，专门为步兵设计的近距离支援火器——雷神3式虎盾。它牺牲了射程，却换来了极致的轻便和恐怖的面杀伤力，是骑兵冲锋的绝对噩梦。开炮！全军刺刀冲锋！撤！全军撤退！皇太极，这只是开始，你欠我大明的血债，我会连本带利，让你加倍偿还。广渠门虽胜，但后金主力未损，袁崇焕殉国，辽东前线群龙无首，关宁军军心逢动，这才是朕的心腹大患。陛下，关宁军皆是骄兵悍将，非速将不可镇。臣以为可从辽东诸将中择一老成持重者暂代都师之职，以安军心。老成持重，不过是想扶持个听话的傀儡，继续党同奥义罢了。关宁军这把最锋利的刀，绝不能再被内耗磨钝了。陛下，臣愿往辽东。林晨，你刚立下不世之功，朕本想让你在京中，况且关宁军那帮人，连袁都帅都难以完全节制，你一个文臣出身。陛下，臣不是去和他们讲道理的，臣是去告诉他们，从今往后，谁的拳头硬，谁的规矩才是规矩。林侍郎好大的口气！山海关总兵曾是年少成时，岂是你一个京官说收服就收服的？莫不是广渠门一战让你冲昏了头脑？温大人若有安辽良策，不妨说来听听；若没有，就请闭嘴，别耽误救国大事。你够了！朕命你为辽东都师，总督辽东军务，节制关禁防线所有兵马，即刻前往山海关。朕要你把关宁军变成一真正无坚不摧的利剑。臣领旨。这就是京里派来的新都帅，看着比我还年轻，像个没断奶的书生，不过是仗着火气犀利，打了鞑子一个措手不及罢了。真刀真枪的野战，还得看我们关宁铁骑。本都听闻关宁铁骑甲于天下，骑射无双，不知吴将军可否让本都开开眼？那小将就给林都师露一手。哈哈哈哈哈哈！好，将军好剑法。林都师，我这手剑术可还入得法眼？不错，可惜太慢、太近，也太无用了。这书生好大的口气！我这剑术放眼辽东无人能及，他竟敢说无用。赵毅，给吴将军演示一下步兵的基础科目。什么？靶子碎了！吴将军的骑兵冲锋1分钟能射几箭？我的兵1分钟可以打出15发子弹。再给吴将军看看什么叫震扣弹。这是西北兵工厂最新研发的大威力榴弹，接触即炸，足以摧毁重甲骑兵阵营。投弹！
雕虫小技！我若在300步外亲率铁骑冲锋，你的火弄手来不及放第2轮。300步，这把神射2式同样是西北兵工厂最新研制的狙击步枪，配光学瞄准镜，有效射程可达600步。吴将军，可看清你身后400步外你中军大旗的铅杆？我的天，真的断了！末将吴三桂，心服口服，参见都师。关宁铁骑3万将士，愿凭都师之调遣。吴将军，这些武器只是开始。这位是汤若风先生，西洋第一流的火器和冶炼大家。我已奏请陛下，将在辽东建立全新的军工基地，以后关宁每一个士兵都能用上新式武器。报，都师，锦州10万火急，后金军已断绝外援，祖大寿将军血书求援，城中粮草已尽，最多还能再守3天。锦州已经被围了整整93天，援军还是没来。将军，最后一锅马皮也煮干了，兄弟们已经3天没合眼了，实在是拿不动刀了。援军呐，援军到底什么时候到？城中尚有多少百姓？不足3000，皆是老弱。传令，打开城门。将军，老夫这条命丢了便丢了，但剩下的这3000残兵得活。崇祯14年，锦州沦陷。锦州丢了，祖大业降了。主公，给俺3000人，俺这就杀过去，把祖大寿那个软骨头抓回来，千刀万剐。杀过去？用什么杀？皇太极陈兵10万，士气正盛。我们全关上下，能战之兵不足5万，硬碰硬，就是拿鸡蛋碰石头。都师，末将愿率关宁铁骑为先锋，与后金决一死战。决战，然后呢？把关宁军的血流干，让皇太极踩着我们的尸体逃进山海关吗？这场仗不能这么打，我们缺情报，缺时机，更缺一个能一击致命的破局之法。报，都师，京师来的苏先生到了。主公，清河来迟了。清河，你来的正是时候。京中情况如何？主公放心，周知微小姐已按您的布置稳住了京城舆论，并开始后续粮草。这些是我离京前主往从沈阳中卫传过来的东西。锦州虽下，但皇太极手下的几个贝勒正为了分战利品和功劳闹得不可开交。范文城内老狗把大军的粮草囤积在嵩山后方的一处山谷，以为万无一失。这是具体位置图。釜底抽薪。赵毅，末将在。命你亲率3000精锐，携带兵工厂新运来的所有神射2式和1半的镇扣弹，星夜出关，绕道奇袭嵩山谷地，把后金的粮草给我就地烧光。都师，万万不可！这3000精锐是我军战力核心，那些新式火器更是守城的义仗。他们一旦离关，山海关内主力进出，兵力将极为虚弱。倘若皇太极察觉，趁机猛攻关城，我们根本守不住啊！吴将军所言甚是，主公，这确实是一场豪赌。赌赢了，10万金大军不战自溃；可一旦赌输了，山海关失守，我们和整个大明的北方防线都将万劫不复。这一局，我赌得起吗？为了大明，我必须赌。3000精锐奇袭粮草是孤注一掷，但剩下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合围锦州。皇太极不是傻子，他只要回防，我们就得全死在关外。
都师，末将不怕死，可现在的兵力对比，无异于飞蛾扑火。主公何必忧虑？清河既然让您豪赌，自然已经为您备好了筹码。什么筹码？主公离京时曾密令李自成、孙传庭在西北整军，半月前我已替主公发下密令，西北新军精锐，风速入关，不得有误。苏清河这毒士，竟然连我的密令都敢提前带领，但来得好。西北新军先锋李自成领精锐3万，携先锋1式、神射2式数千支，镇寇弹万枚。报道。西北都市孙传庭领虎大威猛如虎步2万，押送辎重粮草，雷神3式6磅野战炮50尊。报道。哈哈，好，自成传身，你们来的简直是天兵将士。听好了，此战不仅是为了锦州，更是为了大明往后300年的国运。赵毅，在，领3000死士，带走所有的镇寇弹，走嵩山小路。我要你在天亮前让皇太极的粮草变成一座大火山。主公放心，俺不把那儿烧成白地，提头来见。皇太极，你欠大明的，今天我加倍讨回来。锦州，打开辽东的钥匙。开炮！一鼓作气，拿下锦州。皇太极，锦州城我收复定了。关宁铁骑，随我冲锋！今日必破锦州，杀进去，一个不留！来呀，南蛮子，想进城，就从你们自己刨离的尸体上踏过去。该死，他们用降兵当肉盾，怎么办？冲还是不冲？弓箭手，他们在城墙上埋伏！弟兄们，撑住！都师，这杀袍包换胜利，我做不到。冲锋停止，所有骑兵后撤，下马布战。孙传天，炮火延伸，给我把城墙上的杂碎全轰下去。步兵营上云梯，从2翼以赴攻城，从2翼突入，绕开正门，冲上去拿下城头。巷战一夜，锦州终于拿下了，损失惨重，但终究是胜了。都师，我们胜了，可为了绕开正门，弟兄们折损了近1半啊！若是当时，战争就是要死人的，但怎么死有讲究，用这1半兄弟的命换回我们大明军队的魂，告诉天下人我们不杀袍州，值了。有骑兵？是谁？主公，末将回来了。主公，末将幸不辱命。嵩山之后，后金所有粮草辎重已尽数焚毁。好，赵毅做到了。好，赵毅，你立下了不世之功。都师，城外30里发现后金主力大军，黄龙大帝，是皇太极亲率大军来犯。皇太极，你真敢来！粮草尽毁还敢来犯，这皇太极不是疯子，就是孤注一掷。他们怕了，但我不能怕。这面旗帜不能倒。皇太极亲后晋举国之兵围攻锦州，我率3万明军死守于此，已3月有余。城下的蒙古骑兵是后晋的尖刀，士卒伤亡惨重，军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都师，顶不住了！蒙古人的骑射太刁钻了，弟兄们连露头的机会都没有。再这么下去，城墙迟早要被他们轰塌。主公，让俺带一队人马冲出去，搅乱他们的阵脚。别急，让他们再得意一会儿。困兽之斗，
总要先耗耗他的气力。都什么时候了？皇太极是倾国之力而来，我们这点残兵怎么耗得过他？我们耗不过，但有人比我们更急。诸位韩王，请看，林晨已是笼中之鸟，待城破之后，锦州城内所有财富任由蒙古的勇士们拾取。大汗爽快，我们的弯刀已经等不及品尝南蛮子的鲜血了。蒙古百夫长失踪了，怎么会在我后营发现痕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点小事。来，我们继续议事。大汗，我怎么听说我们部落几个去巡营的百夫长到现在都还没回来？许是追击明军真汗迷了路，是吗？可我的人回报说是在贵军的后营发现了他们的腰牌和战马。我的军师苏清河虽身有残疾不能上阵，却凭一己之力搅动着整个战局的走向。皇太极想一口吞下主公，就必须倚仗蒙古这群恶狼。可狼与虎从来都不是朋友，只是因为有共同的猎物罢了。把这封信交给科尔沁汗最信任的萨马，信里的内容是皇太极许诺给另一支蒙古部落的割让科尔沁草原的密约。先生，这密约是？当然是假的，但怀疑的种子只需要一点点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对了，那几个蒙古百夫长的尸体处理的怎么样了？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我们换上八旗兵的服饰，丢在了蒙古兵必经的路上。很好，去吧，让这场戏唱到最高潮。主公，清河不能为您披甲出阵，便为您献上一计：驱虎吞狼，离间之计。皇太极，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无耻小人，一边让我们为你卖命，一边却想吞掉我们的草原，还暗中杀害我的勇士科尔齐汗，你疯了！这是南蛮子的离间之计。离间计，我的人头就在这里，证据确凿。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儿郎们，我们走，让后金人自己去啃这块硬骨头。数万蒙古骑兵说撤就撤，皇太极的联军瞬间土崩瓦解，他的所有谋划都成了笑话。林晨，苏清河，锦州城被围了3个月，今日终于到了决死的时候。这达子力气不小，硬拼怕是要吃亏。南蛮子，受死！找死！主公说，真理只在射程之内，你离俺太近了。赵将军居然杀了豪格，主公的法子果然好用，这短痛比刀还利索。达子皇子的人头就是最好的军功。我的儿，我要把你们全部碎尸万段！豪格，我的儿啊！大黄，快护驾，撤退，全军撤退！那是什么队伍？难道是援兵来了？都师快看，是山海关的援兵。您让汤若望大师督办的那批破空1号重炮也运到了。总算来了，这3个月的坚守没有白费。援兵来了，我们有救了！赵毅，把豪格的人头挂到旗杆最高处，告诉弟兄们，达子的皇子也照样被我们打碎了脑袋，大明还没亡。这批补戒刚好用得上，刚好能支撑半个月的反攻。圣旨到。圣旨？这个时候来圣旨，不知道是什么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临辰继之，屡建奇功，朕心甚慰。特赐婚内阁首辅周延仁之女周之薇，赐婚书，红绸千匹，即日于军中完婚，以定军心。钦此。赐婚？圣上这是要把周家彻底绑在凌晨的战车上啊！继之哥哥，你也没想到圣上会在这节骨眼上把我这个钱袋子彻底锁在你的裤腰带上吧？圣上这赐婚来的倒是时候，正好能稳定军心。哈哈，在这满地硝烟里成亲，好，只要火药管够，这就是最好的贺礼。恭喜都师，贺喜都师！今天是成亲的日子，也是反攻的前奏。从今往后，我不仅是周家的女儿，更是大明的军属。弟兄们，皇太极想看我们哭，老子偏要带着媳妇儿在他们眼皮底下笑。今天我临晨成亲，这城墙就是礼堂，这满山的鞑子尸首就是烟火。必须让这些将士知道，我周诗薇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和他们一起打仗的。诸位将士，
我周诗薇今日入军营，便是林家的妻，朱军的家人。谁动我的家人，我让他没命；谁敢动大明的江山，林大人的炮火会让他死无全尸。干！这一炮打出去，皇太极的大营就要飞上天了。汤大师，这破空1号的膛线微调后，射程能直接覆盖皇太极的中军。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400年前射不出的真理。大人，这简直是战争的艺术，也是恶魔的咆哮。管他是艺术还是恶魔，能打赢鞑子就是好东西。赵毅，告诉周之威，把家底全掏出来。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要让这辽东大地上再也没有后金的旗号，就让这炮火作为我新婚的贺礼，送给皇太极。光复辽东，就在明日！全军反攻！3个月的死守，终于到了算总账的日子。大人，这可是上帝的雷霆！不，这是大明的道路。给他们的都城送一份陈礼。全军听令，开炮！终于轮到我们扬眉吐气了！快跑啊！这帮鞑子也有今天，看俺砍他们片甲不留！降者不杀，挡我者死！都师有令，3日之内兵临盛京，1个时辰也不许多安搁。拿下邓公，人人有赏。豪格皇子都没了，我们还打什么？那是豪格的奎因，他真的死了。投降！我们投降！报，都师，广宁守将开城投降。告诉他，我没空接收降服，让赵毅留下一营兵看管，大军继续前进。下一个，辽阳。千万别杀我们，我们愿意献城投降。现在投降太晚了，我要的是盛京。都师，辽阳城内粮草堆积如山，是否不入城，不扰民，不接受宴请？传我将令，全军绕城而过，目标盛京。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打到了盛京。他真的来了。皇兄，明军火炮犀利，不可力敌。不弱，没有不弱，传朕旨意，关闭4门，全民皆兵。大金的勇士没有投降的孬种。明日总攻，皇太极的死期就到了。报！都师大事不好，后方3处预备粮仓同时起火，所有粮草付之一炬。什么？粮仓位置乃军中机密，怎么可能同时被袭？主公，俺带人去查。不必了，能知道粮仓位置，又能精准掌握我军动向，在我们眼皮底下动手脚。看来有人比皇太极更不希望我活着踏平盛京啊！我们的军中有内鬼，3营粮仓同时被毁，军心不稳，这一仗难打了。都师，3处粮仓同时被毁，这绝非偶然。后金的担子不可能渗透到我军腹地如此之深。主公，给俺1队人马，俺现在就回去，把负责看守粮仓的军官全抓回来审。管特鸟的是谁？砍了再说。他此时开口，必是已有对策。此刻回去，也仅能找到几个替罪羊，没什么实际帮助。现在所有的粮草，即便动用全部备用的炒面和肉干，咱们的人马最多维持5日，足够我们釜底抽薪。所以，
与其关心已经烧掉的粮，不如关心那条放火的毒蛇。主公是否还记得，您出征前，温体仁曾极力举荐过几位青年才俊，安插进我军的后勤与文书系统。我的蛛网从一开始就盯着他们。这群蠹虫终于落网了。主公，人赃并获，拉下去，用最快的法子，让他们把知道的一切都吐出来。我要温体仁在朝中所有的同党，以及他们和后金勾结的全部细节。主公，酷刑之下，莫愁无功。关键是要让他们把温体恒的老底一字不漏地写在认罪书上，画押按印。这份礼物得800里加急送给陛下。陛下明察，此乃林臣仗着军功，意图构陷朝臣，排除异己呀！他一个武夫，怎知良道之艰辛？许是调度不当，自行损毁，却要将罪责推到老臣头上。陛下，此乃林都师派人送回的奸细画押供状，以及我等奉旨从温府搜出的与前线奸细往来的通敌密信原物，还有他私通后金商贾、倒卖军械的账册，人证物证俱在。传朕旨意，温体仁通敌叛国，罪不容诛，不必下狱，不必三司会诊，即刻押赴午门斩立决。其党羽按林臣奏报与奸细供状一体擒拿，彻查到底。今日新仇旧恨一起算。今夜我要让圣宫城在大明的炮火下永世长眠。明军都打到家门口了，主动出击才能撑住场面。皇兄，明军阵型古怪，其军中竖起的那些黑布遮盖之物，不知是何妖法。我军贸然出城主动迎战，是否太过冒险了？14弟，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不过是固步没阵罢了。我大金的铁骑天下无双，今日便要让那林臣知道，在绝对的勇武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传我韩王令，发起勇士全军出击，碾碎他们。此战我要亲手拧下林臣的脑袋。自己送上门来，省得我攻城了。冷兵器对抗热兵器，纯纯降维打击。主公来了，终于来了！俺的斧头早就等不及了。都师，后金骑兵势大，正面冲击，我关宁铁骑可为前锋，先行挫其锐气。不必，让他们跑近些。今日就让这个时代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理。哈哈哈！明军的烧火棍，不等他们装填完，爷爷的马蹄就能踩碎他们的脑袋。炮兵营，雷神3式虎盾准备，装弹，开火！那是什么东西？步兵营，神射2式准备，自由射击。不可能！传令，命白甲兵冲锋，给本汗撕开他们的防线。破空1式炮组听令，坐标敌军帅旗，3发急速射，覆盖。汉王驾崩了！撤，快撤！哈哈哈哈哈哈！主公赢了，
俺杀的太过瘾了。都使，经此一役，后今再无与我大明抗衡之力。赢了？不，这只是开始。全军听令，骑兵部队全线追击，辽东之地也该回归我圣朝的怀抱了。辽东的雪已经下了10年，今天该停了。这帮鞑子，今天一个也别想跑！今天这场战功足够我再升3级了。皇太极死了，多尔衮完了，辽东的100年边患，今天彻底平了。完了，全完了！我大金的基业，分头跑去长白山，去祖宗之地。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我大金就不会亡。困兽之斗，不过是多添些死人罢了。哈哈哈哈哈！多尔衮，你这丧家之犬，还想往哪儿跑？乖乖下马受降，主公还能给你留个全尸。哼，我爱新觉罗的子孙，只有战死的勇士，没有投降的懦夫。杀！杀一个够本，杀2个有赚。既然求死，那就成全他们。鞑奴已灭，大明万圣！大明万圣！辽东终于太平了。这就是林帅的兵吗？天兵天将下凡啊！可不是嘛！听说在关外，林帅天雷一动，那皇太极就灰飞烟灭了。咱们大明终于有救了。这太平能维持多久呢？哈哈，终于能回京城好好喝顿酒了。功高震主，这封赏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爱卿平身，爱卿为我大明开疆拓土，荡平100年之患，实乃国之柱石，不世之功。臣分内之事，林臣手握重兵，功高盖主，不得不防。但如今也只能先笼络住他。传朕旨意，册封平辽大都督林臣为镇北王，世袭罔帝，赐王府黄金10000两，锦缎1000匹。异姓封王，这是要坏了祖宗规矩啊！但林臣手握兵权，谁敢反对？臣林臣谢主隆恩。夫君，如今北患已平，你也得封王爵，总算可以歇一歇了。这些年他南征北战，终于可以安稳过日子了。是啊，主公。接下来咱们干啥？要不俺带兵去把西边那些不听话的部落也给平了？赵将军莫急，天下虽安，但要走的路还长着呢。朝堂之上的斗争，可比战场上凶险多了。王爷，王爷，800里加急，东南急报。说，倭寇大举来犯，登陆我大明府福建泉州府。泉州全城居民3万余口被屠戮殆尽，无一生还。倭寇，你是泉州的人？王爷，老朽是泉州府学的训导，姓陈，家中3子1女，4个孙儿都不在了。太惨了，怎么会这样？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老朽正在后院浇花，听见港口那边传来喊杀声。他们不是人，是畜生！求各位大爷饶命！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想去救他，可我跑不动啊！我的小孙女儿，我让她躲在米缸里，告诉她千万别出声。我以为这样就能保住她。我没用，我连自己的孙女都救不了。诸位同僚，咱们读书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倭人屠城，今天就算是死，也要护着乡亲们多逃几个。陈兄，快跑，去求救，去告诉朝廷，让朝廷给我们报仇。整个泉州3万多人呀，死光了。
老朽从城东走到城西，一个活人都没见着，整个泉州的人都死光了。这是同僚们最后写的，让老朽带到天下人面前。3万人同心死役，守大明河山永在，百里地同葬倭刃，待天兵血洗东瀛。陈老先生，泉州的名字我记住了，每一个人我都记住了。今夜的庆功酒就喝到这里。传我将令，全军备战，倭人欠大明的债，我要一刀一刀亲手讨回来。这帮狗娘养的倭寇，老子要把他们全都剁碎了喂狗！这一战不死不休，抗倭之路从此开始。主公，泉州，俺的家乡就在泉州府。倭寇，荷兰人，他们竟敢！夫君，备马，我要进宫。陛下，请看东南800里加急军报。无耻蛮夷，海上倭寇，欺我大明无人吗？3万多军民呐，朕要将他们碎尸万段！林爱卿，朕命你即刻调动精营，南下剿寇。朕要你把那些倭寇的人头在泉州城外铸成经杖。陛下，杀光这次来的倭寇，还会有下一批。只要大明的海疆一日不净，百姓便一日不得安宁。臣请陛下准许组建大明远洋水师。远洋水师？对，不只要剿灭倭寇，更要收复被荷兰人盘踞的大利，肃清东洋航路，将所有胆敢窥视我中华的海上豺狼都打断脊梁。圣人之言救不了被屠戮的百姓，但臣的炮舰可以。我大明要的不是近海的安稳，而是四海的臣服。大海之上，也应是我大明王土。好，朕准了。朕命你为东南经略使，总掌东南沿海一切军政、海防、海外开拓事宜，人钱物，朕给你最大的权限。王爷，组建远洋水师，耗资巨大，不下于第2次北伐。如今国库空虚，恐怕钱不是问题。我会向陛下请旨，彻查东南官场与海商勾结之事，所有查抄所得尽归水师，杀一批贪官，抄一批奸商，钱就够了。主公，这次俺跟你去。俺没坐过船，但俺杀人是好手，俺要亲手拧下那些倭寇的脑袋。大海之上，不是光靠蛮力就行的。这次你要学的是如何在船上开炮，如何打一场你从未见过的海战。我们的第一步是收复大员，把荷兰人的据点变成我们的前进基地。第2步，以此为跳板，横扫东洋。我要让日本列岛永永远远记住龙旗的颜色。赵毅，主公，俺在。把这里烧了，一把火烧干净。我不想让这些冤魂再看到这片被玷污的土地。是。我不仅要复仇，我要这片大海上所有的国度，未来1000年都活在今天的恐惧里。王爷，非是末将等作战不利，实乃倭寇船坚炮利，来去如风。我等从今天起，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不行和不能。办得到的执行，办不到的我换人来办。名单上的人即刻起编入新军，参与水师组建，其余的人官职兵权一并交出，滚回老家。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后我要看到福建所有最好的船将、最熟悉航路的渔民都出现在我的军港，否则泉州城外的第1座精进就用你们的脑袋来铸。林王爷，
久闻大名，只是不知王爷不在京城享福，千里迢迢来我这小小的福建，有何贵干？不干别的，来跟郑将军借一样东西。哦，王爷请讲。在这东南海上，只要是我郑某人有的，没有不答应的。我要借你的人头一用。林王爷，玩笑开大了，可不好收场。父亲，王爷，不可。你是郑成功？正是在下。听说你曾言，若不能将红毛夷逐出大来，誓不为人。是，可你的父亲，这位东南海上霸主，却和红毛夷做着生意，对倭寇屠我泉州百姓坐视不理。你告诉我，郑家到底是大明的臣，还是海上的贼？哼，王爷说笑了，我郑家世代忠良，只不过这海上的事朝廷不懂，倭寇也好，红毛夷也罢，打是打不完的，和气生财才是长久之计。和气生财。泉州城3万冤魂，也想跟你和气生财。你问问他们，答不答应？王爷息怒。家父只是一介海商，对朝廷大事确有隔阂。王爷若有教诲，我郑家上下洗耳恭听。郑将军，我今日来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问你，你自诩海上霸主，可你见过真正的海战是什么样子吗？王爷此言何意？意思就是，你引以为傲的海上舰队，在真正的新式水军面前，不过是一群木头膀子。王爷好大的口气！我郑家纵横东南数十年，打遍南洋无敌手，岂是你几句话就能唬住的？空口无凭。郑将军，不如随我到港口一关，让事实说话。好，本将军倒要看看王爷有何高见。这些兵看着还算整齐，但能不能打，还得看真章。全军举枪，目标前方300步，一船靶，预备，放！这是何种火器？射速竟如此之快，准头如此之高。这叫神射2式，我新军的标配速发枪，比你们用的鸟铳射速快3倍，射程远1倍，精度更是天壤之别。那艘船看着不顺眼，赵毅，让炮营的破空1式送他一程。得令。开炮！郑将军，现在你还觉得和气能生财吗？父亲，您还在犹豫什么？扶松，你不懂。我们归顺了，这东南海上就再也不是我郑家说了算了，身家性命都介于人手。可我们若不归顺，难道就能保住身家性命吗？您看到了王爷的火器和军队，那只是他带来的冰山一角。父亲，他要的是四海臣服，是开疆拓土。跟着他，我们郑家才能建不世之功，名垂青史，而不是守着这点家业，做个随时可能被剿灭的海上富家翁。泉州3万同胞的血还未干，大元岛尚在红毛夷之手。身为大明子民，我们岂能坐视不理？儿子恳请父亲顺应大势，为国效力。好，郑将军深明大义，本王记下了。郑家的功劳，朝廷也绝不会忘。郑成功，
末将在。本王奉陛下之命，组建大明远洋水师。今日，我便任命你为水师主帅，总领舰队，挂靖海将军印。末将资历尚浅，恐难当大任。我用人不看资历，只看本事和决心。我问你，敢不敢率领我大明舰队，炮轰江户，踏平长崎，让龙旗插遍东洋的每一寸土地？末将敢不效死？不过，要组建远洋水师，光有人和船还不够，我需要大量的钱粮物资，还要招募最好的工匠，建造新式战船。郑将军，你在东南经营多年，可知道这福建广广一带有哪些富商大贾，既有家底又有胆识，愿意为国效力的？王爷，若论财力和胆识，福建首屈一指的，当属李旦的旧部牛克一系。只是这些人行事诡秘，与官府素来不睦，恐怕诡秘不睦，那倒是有意思了。派人去查，我要知道这牛克一系的底细。3日之内，我要见到他们的人。得令。舰队必须建。王爷，您在辽东的事迹，草民听说了，但组建远洋舰队，那可是个无底洞。大明现在的国库，怕是连根桅杆都造不起。大明的国库造不起，但我手里的海上特许贸易权值这个价。只要倭寇灭了，南洋平了，以后这海上的每一寸航道，每一条商船，没有你牛克的点头，谁也别想开过去。这生意的利润，够你牛家吃上100辈子。王爷此话当真？那帮东林党的严臣够能答应？挡我路的人都已经沉进鸭绿江喂鱼了。老牛，我要的是能撞碎一切的铁甲船，不是那种一轰就碎的烂木头。你出钱，我出图纸。圣人之言救不了大明，但这片海必须姓朱。好，冲王爷这份胆色，我牛拜们倾家荡产也陪王爷赌这一把。继之，这镇海6式重炮的后坐力太强，普通的龙骨根本承受不住啊！你这简直是异想天开。老师，龙骨不行，就用复合钢架，木头承受不住，我们就给它套上铁甲。这种铁皮船配上后螺旋膛线炮，在这个射程之内，大明就是唯一的真理。我要让那些红毛鬼和倭寇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别管那些老掉牙的造船精了，这里的焊接点必须加固。我要这船即便断了桅杆，照样能在海上横着走。继之，即便设计再精妙，光靠福建这几家船倭，要造出足够的铁甲战船，没个2、3年，怕是……老师不必担心，我在西北的工业基地早就按照标准化生产的方式，把船体的关键部件龙骨框架、装甲板、炮座、舵机全部流水线生产出来了。现在这些部件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和陆路运往福建。你们看，那些就是西北运来的。咱们在这里只需要做最后的组装和调试，就像搭积木一样。这样一来，一艘船的建造周期能从2年缩短到3个月。这简直闻所未闻！这叫工业化协同作战，西北负责生产，东南负责组装，各司其职，效率翻倍。王爷，这些都是东南沿海最凶残的悍匪，杀人不眨眼，怕是不好驯服。跟着我，你们就是大明的正规军，以后抢的是洋鬼子金山银山，杀的是欺负咱们百姓的倭寇。不跟着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老子凭什么听你个白面书生的？就凭这个，赵毅，带他们去新式战船上转一圈，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得令。王爷，短短数月，便有如此规模，这简直是神迹！这不是神迹，这是工业的力量。老牛，你看到的这30多艘只是先头部队，后面船坞里那些，再过2个月又是30艘下水。有西北工艺基地做后盾，我要让大明的战船像下饺子一样往海里扔。继之，你这一手彻底改变了造船业的规矩啊！郑成功，
末将在。从今日起，这支舰队由你统领。虽然眼下只有30余艘，但足够你先拿倭寇练手了。等后续的船全部下水，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凡大明目光所及之海，皆为大明之臣妾。末将领命，龙旗所向，寸草不生。大元的红毛鬼正好，拿来祭旗。